各位網友，大家好，我是南哥。今天咱們得聊一個讓人看了心裡頭直冒火，同時也驚出一身冷汗的國際大新聞。您看啊，這4年的戰火纷飞，俄羅斯這頭北極熊現在簡直是被西方那帮西装革履的強盜們一步一步給逼到了牆角。西方最近拋出的那個所謂的停戰條件，大家伙兒去看看，那哪裡是停戰條件？那簡直就是赤裸裸的天價敲詐，那是一座根本就不打算讓你翻過去的火焰山。他們提的什麼条件？不僅要求俄羅斯把辛辛苦苦流血犧牲打下來的土地全部吐出來，還得讓俄羅斯賠光足足3000億美元的資產。這意思再明白不過了，要麼你跪下來當孫子，把底褲都輸光，要麼我們就把你活活耗死。难道說普京现在真的就只剩下正式宣戰這一條充滿無盡風險和萬丈深淵的絕路可走了嗎？咱們來仔細捋一捋這事兒的來龍去脈。就在2026年6月7日，在那個陰雨綿綿的倫敦唐寧街10號，英國首相斯塔默、法國總統馬克龍、德國總理默茨，再加上那個成天穿着綠色短袖在全世界化缘的烏克蘭总統泽连斯基，這4個人湊在一塊兒，開了一場那叫一個意義非凡的會議。這4個人湊在一起能憋出什麼好屁來？果不其然，會後弄出一份聯合聲明，重磅出爐了5條所謂的和平條件。各位，這5條和平條件，每一條都帶着血腥味兒，每一條都像一把锋利的剔骨尖刀，直勾勾地逼着俄羅斯的咽喉要害。這可不是什麼普通的談判邀請，分明就是赤裸裸的最後通牒，是按着你的腦袋讓你簽賣身契。咱們逐条来看看这帮人到底有多麼的傲慢和無恥。第1條，明確要求普京必須同意立即且全面停火。聽着冠冕堂皇，是吧？實際上就是告訴你，現在我打不過你，你得先停手，讓我喘口氣，好讓北約的武器能源源不斷地運進來。第2條，指出要以當前戰線作為談判起點，並且強調國際邊界不得以武力改變。說白了，就是俄羅斯所佔領的土地，包括克里米亞、烏東4州等，必須全部歸還。哎呦喂，大家聽聽，這算盤打的，隔着英吉利海峽我都能聽見響。人家在戰場上拿命換來的東西，你坐在談判桌前喝着咖啡就想讓人家吐出来，天下有這樣的美事嗎？你美國人在敘利亞、在伊拉克搶地盤的時候，怎麼不提國際邊界不得改变啊？這雙重標準玩的簡直是爐火純青。再看第3條，規定烏克蘭在停火後必須獲得強有力且具有法律約束力的安全保障，其中包括部署一支多國部隊。各位，什麼叫多國部队？這就是北約軍隊換個馬甲直接進駐烏克蘭啊！這等於是把大炮直接架到了俄羅斯的家門口，甚至都要懟到克里姆林宮的窗戶上了。俄羅斯当年為什麼發起特別軍事行動？不就是因為北約東擴把刀架在脖子上了嗎？現在打了一圈，你不僅沒退，反而還要大搖大擺地把多國部隊派進來，這俄羅斯能答應嗎？第4條更是一副強盜嘴臉，表示要繼續凍結俄羅斯的海外資產，直至俄羅斯對烏克蘭的戰爭損失進行賠償。俄羅斯被凍結在境外的資產規模有多大呢？大約3000億美元。西方的意思很明確，這些錢要直接用於烏克蘭的城市重建以及民眾補償。要是俄羅斯不賠償，制裁就不會解除。各位網友，這叫什麼？這就是明搶，這就是盎格魯撒克遜海盜的底色。人家把錢存在你那兒，是對你所謂契約精神的信任，結果你翻臉不認人，直接把錢給扣了，還要拿這筆錢去資助人家的敵人。你西方標榜了幾百年的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原來全都是騙人的鬼話。對此，俄方外交部發言人扎哈羅娃回應得好，毫無新意，從一開始就不可接受。面對這種強盜，就不能給他們好臉色。第5條，
強調任何涉及歐盟和北約的協議都必須經過成员国批准。這純粹就是推脫之詞，就是為了在未來隨時可以推翻協議埋下伏筆。這5條綜合來看，核心要義無非就是割地與賠款2件事兒。這樣的條件，任誰能輕易接受呢？晚清政府簽辛丑條約的時候，那也是被打得毫無還手之力才簽的。現在俄羅斯在戰場上明明還佔據着主動，你讓他簽這種喪權辱國的條約，這不是天大的笑話嗎？不妨站在俄羅斯普通民众的角度思考一下。根據列瓦达中心2026年1月的民調数据，高達74%的俄羅斯人坚信這場戰爭最終會以俄羅斯的勝。力告中，59%的人表示，如果和談無法達成共識，俄羅斯應該選擇升級對抗，而非妥協。各位，這就是俄羅斯所謂的戰鬥民族的性格。在過去的4年裡，無數俄羅斯年輕人奔赴前線，許多人再也沒能回來。烏克蘭方面公布的數據顯示，截至2026年6月16日，俄軍總戰鬥損失約138.5萬人。不管這個數字是否存在水分，前線有巨大的人員傷亡，這是不爭的事實。那些失去兒子、失去丈夫的俄羅斯家庭，他們圖什麼？圖的就是國家能夠安全，圖的就是不再受北約的窩囊氣。如今卻要求俄羅斯把這些年用無數鮮血和生命換来的地盤全部交出去，還要掏出幾千億美金賠償給對手。這讓俄羅斯政府如何向國內民眾交代？前線浴血奮戰的官兵會作何感想？軍工體系裡夜以繼日、加班加點的工人師傅們又會怎麼看？如果普京真的在這個時候選擇了退縮，選擇了妥協，如此一來，俄羅斯政府的公信力必將瞬間崩塌。國內的民族主義情緒一旦被點燃，那將是一場誰也無法控制的大火。更為嚴重的是，從國家戰略層面考量，一旦此次選擇妥協，北約無疑會更加大膽地向東擴張。那些政客們會認為俄羅斯不過是一隻紙老虎，隨便嚇唬幾下就軟了。到時候，俄羅斯西邊的戰略緩衝空間將蕩然無存。今天你讓出克里米亞，明天他們就會索要車臣，後天他們就敢直接插手西伯利亞的資源。往後在國際谈判桌上，俄羅斯恐怕連說話的底氣都喪失殆盡，徹底淪為一個被西方隨意拿捏的2流甚至3流國家。所以這第一條路，低頭認輸、割地賠款，俄羅斯絕無可能選擇，那是死路一條，是萬劫不復的深淵。那麼第2條路呢？繼續維持特別軍事行動的模式，慢慢與對方消耗，這樣可行嗎？咱們得實事求是地說，現實情況是，這條路也愈發艱難，幾乎走到了盡頭。先看戰場局勢，烏克蘭那邊，人家背後站着整個美西方陣營，歐盟和北約的資金與武器援助從未間斷，遠程導彈、無人機、主戰坦克等裝備源源不斷地輸送進去。烏克蘭現在就像是一個被插滿了管子的續命機器，只要拔管子，立刻就死。但是只要管子還在，它就能一直耗下去。而俄羅斯這邊呢，2026年前3個月，俄國防部僅簽下大約7.1萬份合同兵合同，創下3年來的最低水平。去年同期這個數字還高達9萬。為了維持現有的進攻節奏，莫斯科每個月至少需要招募3萬名新兵。然而實際簽約量比目標低了將近1/3，每月缺額近萬人。即便克里姆林宮將簽約獎金提高到了8萬美元，甚至推出債務換服役政策，也就是说新兵可以免除最高1000萬盧布的債務，這條件按理說夠優厚了吧？但是效果卻依然不盡如人意，如同杯水車薪。為什麼？因為打了4年了，能去願意去的人早就去了，剩下的人都在觀望。戰爭研究所的分析師斯捷潘年科直言不諱地指出，截至2025年底，俄軍的傷亡速度已經超過了招募速度。若不擴大兵源，前線的攻擊力度必然會不可逆轉地下降。沒有兵，
這仗還怎麼打？除了兵源問題，經濟方面的狀況更是糟糕透頂。大家不要以為俄羅斯能源多就能高枕無憂。基尔世界经濟研究所2026年6月的一份報告表明，俄羅斯主權財富基金資產從戰爭初期佔 GDP 的 6.5%， 急劇下跌至2026年4月的 1.8%。2026年頭3個月，聯邦預算赤字就已超過政府全年的目標。油氣收入一季度同比下降 45%。據新華社報道，俄羅斯軍費從2021年的 3.6 萬億盧布一路飆升至2026年的 13.5 萬億盧布，增幅高達 275%， 占聯邦預算近 40%。 這是什麼概念？這是傾舉國之力在打仗。國家福利基金從衝突前的 14.8 萬億盧布驟降到2026年初的5萬億盧布，4年間消耗近2/3。這就好比一個家庭，不僅把存款花光了，還在不斷的借錢度日，錢即将耗盡，人力也嚴重不足。俄羅斯正面臨着歷史上最為嚴重的勞動力短缺問題，大量青壮年要麼奔赴前線作戰，要麼進入兵工廠加班加點生產炮彈，導致從事農業、商業以及服務業等領域的人手極度匱乏。大家去莫斯科的街頭看看，現在連送外賣、開出租的年輕人都少了，財政收入的絕大部分都被投入到戰爭之中，民生投入不可避免地不斷萎縮，物價飛漲，稅收增加，普通民眾的生活愈發艱難。俄羅斯老百姓雖然能吃苦，雖然愛國，但是長此以往，肚子填不飽，這根弦遲早要崩斷。繼續這樣拖下去，既無法獲得停戰和解的機會，又難以取得決定性的戰果，只會持續消耗人力和財力，這就無異於慢性死亡。溫水煮青蛙，早晚得被煮熟了。如此看來，似乎就只剩下最後一條路了，撕掉特別軍事行動的偽裝，正式向烏克蘭宣戰。很多人並不清楚特別軍事行動和正式宣戰這兩者之間的區別，覺得不都是打仗嗎？錯，大錯特錯。在特別軍事行動狀態下，國家在很大程度上還得保持和平時期的運轉模式，只能招募合同兵，只能小範圍臨時徵調人員，不能強行徵用全國工廠，也不能強行徵用所有適齡勞動力。說白了，就是用一部分人的力量去打一場局部的戰爭，而一旦正式宣戰，那性質就徹底變了，整個國家將立刻進入戰時狀態。這意味着什麼？這意味着所有符合年齡要求的人，不管你願不願意，都要做好參軍上前線的準備。這意味着所有的工廠，不管你原來是生產汽車的還是生產電冰箱的，通通都要優先生產武器彈藥。這意味着生活物資將實行統一管控分配，糧食、燃油都要憑票供應，全國的一切資源都將優先供應前線，這就是拼上老命了。然而，走這條路的風險可以說是極大極大的。其一，民生將遭受毀滅性的打擊。原本俄羅斯現在就人手短缺，如果再進行大面積徵兵，農業和制造業将會直接陷入斷层，沒人種地，沒人開機器，後果是什麼？食物、日用品等物資供應将會極度緊張，民間爆發抗議的風險大幅上升。大家回想一下2022年9月那場所謂的部分動員，当時僅僅徵召了30萬人，結果如何？數十萬俄羅斯男子連夜逃離國境，去哈薩克斯坦，去格魯吉亞的邊境排起了長長的隊伍，甚至有的人寧願把自己的腿打斷，也不願意去當兵。如今戰爭已經持續了4年，公眾對戰爭的疲憊早已達到臨界點。倘若再來一次全國總動員引發的反彈，必定比2022年更為強烈。這要是後院起火，前線還怎麼打？其二，也是最致命的一點，一旦俄羅斯正式宣戰，北約直接介入的風險将會急劇攀升。俄羅斯副外長里亞布科夫在2026年5月就已經公開發出嚴厲警告，
北約與俄羅斯正面衝突的戰略風險正在不斷增長，其後果可能是災難性的。瑞典國防委員會2026年6月的報告也作出判斷，俄羅斯與北約的衝突有可能在相對近的未來爆發。如果北約真的親自下場了，那就不是俄烏衝突了，那就是第3次世界大戰了。到時候核武器滿天飞，地球都要抖3抖。說白了，正式宣戰无异於普京把整個國家的命運都壓在了輪盤賭上。若賭贏了，在戰場上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取得決定性成果，或許能迫使西方重新坐回談判桌前，談一個比較公平的條件。但若賭輸了，整個國家將被拖入全面戰爭的泥潭，後果將不堪設想。甚至俄羅斯這個國家還能不能存在，都要打一個巨大的問號。但大家想一想，對於俄羅斯執政層而言，這或許反而比屈辱投降更容易接受。為什麼？因為主動宣戰至少還能以為國家存亡而戰作為說辭，能夠激發俄羅斯民族血液裡的那種抗爭精神。當年拿破崙打到了莫斯科，希特勒打到了莫斯科城下，俄羅斯人屈服了嗎？没有，他們燒毀了城市，退入冰天雪地，最終贏得了反擊。而現在，如果是割地賠款，那是賣國賊的行為，連一個說服老百姓的理由都找不到。俄羅斯如今已然被逼入牆角，妥協意味着立即死亡，消耗是慢性死亡，升級則是在險境中尋求一線生機。3條路擺在眼前，沒有任何中間地帶。西方提出的那5條苛刻條件絕對不會自行消失。前線的傷亡數字每天都在以千為單位攀升，國庫裡的資金也在如流水般不斷外流。這場歷經4年的戰爭終於將俄羅斯推向了那個從一開始就極力回避的終極拷問：你究竟準備為這片土地、為這個民族的尊嚴付出怎樣的代價？同志們啊，看着俄羅斯今天的處境，我這心裡頭真是五味雜陳。很多人在網上罵俄羅斯，說他們是侵略者，說他們活該。但是，如果我們把眼光放長遠一點，把歷史的鏡頭拉遠一點，你會發現，俄羅斯走到今天這一步，絕對不是偶然的。這是美國和北約精心設計了幾十年的一個驚天大局。大家回想一下，當年蘇聯解體的時候，西方是怎麼向戈爾巴喬夫、向叶利欽承諾的？當時的美國國務卿貝克拍着胸脯保證，北約絕對不會向東擴張1英寸。結果呢？結果就是一句屁話。從1999年開始，北約進行了5輪東擴，把原來華約的國家一個一個都吞併了。波蘭、匈牙利、捷克、保加利亞、羅馬尼亞，甚至連波羅的海3國都加入了北約。這等於是把刀尖直接頂到了俄羅斯的嗓子眼上。俄羅斯一開始沒有幻想嗎？有的啊，普京剛上台的時候，那也是滿腦子想着要融入西方，甚至主動提出過要加入北約。結果人家怎麼說？人家根本就不帶你玩，人家嫌你塊頭太大，嫌你骨頭太硬。美國人要的不是一個融入西方的俄羅斯，而是一個被肢解的、虛弱的，只能靠賣石油天然氣給西方當加油站的俄羅斯。他們要的是一頭死去的北极熊，而不是一頭友好的北极熊。這就好比你在一個村子裡，村霸天天在你們家院牆外面轉悠，今天拆你一塊磚，明天拔你一顆蔥，你忍了，你覺得大家都是鄉里鄉親的，和氣生財。結果呢，他不僅不領情，還要直接登堂入室，要在你家炕頭上架起機關槍，這換了誰能忍？俄羅斯最後忍无可忍，終於在烏克蘭問題上掀了桌子。可是這一掀桌子，正好中了美國人的下懷。美國人早就布置好了一個巨大的陷阱，就等着俄羅斯往裡跳。這4年的俄烏衝突，本質上就是美國在用烏克蘭人的鮮血來消耗俄羅斯的國力。烏克蘭，說句不好聽的，那就是美國人手裡的一塊抹布，用完了隨時可以扔掉。可憐的烏克蘭老百姓被那幫被西方洗腦的买办政客忽悠着，
上了戰場當炮灰。而美國呢？美國的軍火商賺得盆滿缽滿，美國的能源大亨在歐洲市場上搶占份額，這算盤打得簡直是絕了。現在西方拋出這5條極其苛刻的和平條件，目的何在？就是要徹底打斷俄羅斯的脊梁骨，就是要讓俄羅斯在國際社會上永世不得翻身。這不僅僅是針對普京個人，這是針對整個俄羅斯民族的绞殺。那些在倫敦唐寧街10號開會的西方政客們，他們心裡非常清楚，這5條件普京不可能接受。那他們為什麼還要提？因為他們要的就不是和平，他們要的是俄羅斯的徹底崩盘。他們要用這5條条件作為輿論武器，在全世界面前塑造一個俄羅斯拒絕和平、俄羅斯是戰爭狂人的形象，那叫一個不要臉啊！老一套的帝国主義把戲玩了幾百年了，換湯不換藥。這就好比2個人在打架，一個人把另一個人按在地上，拿着刀逼着人家說：“你把你的房子、車子、老婆孩子都給我，還要給我磕3個響頭，我就饒了你。”你不答应，不答應，那就是你破壞和平。這叫什麼邏輯？這是典型的強盜邏輯。我們絕对不能僅僅把這場戰爭看作是俄羅斯和烏克蘭2國之間的事情，甚至不能僅僅看作是俄羅斯和北約之間的事情。這場戰爭的背後，折射出的是當今世界100年未有之大變局，是全球霸權與反霸權的世紀決戰。2戰結束以後，尤其是冷戰結束以後，美國一家獨大，建立起了一套所謂的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這套規則是個什麼玩意兒？說穿了，就是美國人定規矩，別人必須遵守。美國人可以隨時破壞規矩，別人連抱怨一句都不行。美國可以用1管洗衣粉去打伊拉克，可以用人權問題去轟炸南聯盟。這些時候，所謂的國際邊界不得改變去哪兒了？所謂的國際法去哪兒了？現在，俄羅斯站出来了，對這套虛偽的霸權秩序說不。雖然俄羅斯付出了慘痛的代價，雖然俄羅斯現在陷入了泥潭，但是俄羅斯的行動，就像是在一面看似堅不可摧的霸權牆壁上砸出了一個大窟窿。全世界的非西方國家都在看着這場衝突。大家心裡都有一杆秤，為什麼那麼多南方國家不願意跟着美國制裁俄羅斯？為什麼金磚國家不僅沒有解散，反而還在不斷擴員？因為大家看透了美國的虛偽，大家都不願意再受美國的剝削和壓迫了。這場戰爭實際上加速了全球多極化進程。俄羅斯在戰場上和北約死磕，客觀上也為其他國家爭取了戰略空間。美國現在是深陷泥潭，拔起蘿蔔帶出泥，他要在歐洲支援烏克蘭，要在中東護着以色列，他還有多少精力能在亞太地區興風作浪？但是我們也要清醒地看到，帝國主義是絕对不會甘心退出歷史舞台的。他們在俄羅斯身上用的這些招數，經濟制裁、資產凍結、外交孤立、代理人戰爭，將來都有可能用在其他國家身上，甚至可以說，這本身就是一场針對其他國家的預演。今天他們可以明目張膽地凍結俄羅斯的3000億海外資產，明天他們就敢隨便找個借口，凍結其他不聽話國家的資產。這種公然的強盜行徑，徹底摧毀了西方建立的金融信用體系，去美元化已經不再是一個理論上的探討，而是變成了許多國家切實維護自身安全的緊迫行動。所以，在這場波譎雲詭的大博弈中，我們中國應該看清楚什麼？我們要吸取什麼經驗教訓？同志們啊，這是帶血的教訓啊！第一，丟掉幻想，準備戰鬥。俄羅斯曾經對西方抱有極大的幻想，結果換來的是步步緊逼，刀劍相向。我們絕對不能重蹈覆辙。無論西方政客說的多麼天花亂墜，無論他們釋放出多少所謂的善意，我們都要聽其言而觀其行。核心利益絕對不能拿來做交易，底線絕對不能退讓。
只有自身足夠強大，才能在這個叢林法則依然盛行的世界上立足。第二，必須加快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俄羅斯在戰場上吃虧，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為在芯片、高端電子元器件等領域受制於人。現代戰爭打的就是科技，打的就是工業制造能力。西方一旦卡住你的脖子，你有再多的坦克大炮也是一堆廢鐵。因此我們必須把核心技術牢牢掌握在自己手裡，絕不能把國家的命運寄托在別人的施捨上。第三，經濟安全、金融安全至關重要。俄羅斯的海外資產被瞬間凍結，這給我們敲響了震耳欲聾的警鐘。我們必須加快構建獨立自主的金融支付体系，降低對美元的依賴，保護好我們國家和人民辛辛苦苦積累下來的財富。防人之心不可無。面對這幫沒有底線的強盜，我們必須做好最壞的打算，準備好最完備的預案。最後我想說的是，俄羅斯現在的確非常艱難，普京也確實面臨着痛苦的抉擇。但是，一個擁有廣袤土地、豐富資源和頑強民族性格的國家是不會那麼輕易倒下的。俄羅斯不會屈服，世界的反霸權力量也不會停止前進的腳步。這場世紀大博弈才剛剛進入中場休息，好戲還在後頭呢。好，今天咱們就聊到這兒。喜歡今天的節目，請你按個讚。感謝大家的收看，咱們下期再見。